Hello，兄弟们，我是有风，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我来教大家怎么样从零开始打造一个专业的博客网站。全程的话，我会使用 WordPress 进行一个搭建，我会用到免费的主题、免费的插件。首先，我会告诉大家怎么样利用我们的最新的 AI 工具 ChatGPT， 帮你轻松制作、帮你轻松搞定原创的文章。接着，我们一起来给我们的文章做一下 SEO 优化。让它的 Google 或者说百度上面的话有一个比较好的排名。说到网站赚钱，怎么可以不提 AdSense？ 我会告诉你怎么样申请 AdSense， 避开那些坑人的雷区。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建站教程，真正让你的博客能有流量的话，在于怎么样写文章吸引人，怎么样做 SEO 优化，让搜索引擎爱上你的网站。这些的话，我都会一一展示给你看，步骤非常的清晰，简单易学。那我们还会学习怎么样在博客里面设置谷歌搜索控制台，还有谷歌分析。而且我还有通过谷歌的分析的话，你就可以知道你的网站流量来源于哪个地方，那你的页面停留时间是多少，这个也非常的重要。我会告诉你在哪里可以找到一些免费又好看的一些专业的图片。最后，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先带你们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要做的博客网站长什么样。那我们从首页开始，我们整个网站将采用最低的成本方案，有免费的主题、免费的插件、免费的页面构建器，还有一堆免费使用的插件组成。所有这些内容的话都是免费的。顶部的话是我们的菜单栏，我们点击一下，它就可以跳转到相应的页面。再往这个地方拉的话，这就是我们网站的英雄区。这上面有我们的主要标题、我们的口号、我们的 slogan， 还有右边的话也可以放上一张漂亮的图片。下面的话有两个按钮，我们点击这个按钮的话，它可以跳转到相关的一个页面。接下来的话是我们博客文章区，这个位置的话可以显示我们最新的文章。再往底部走的话，这是我们的新闻通讯录。作为一个网站的话，拥有一个邮件订阅系统还是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会教大家怎么样设置这个邮件订阅系统，来收集我们访客的电子邮件。在页角的最底部的话，有我们的品牌 logo， 有我们公司的有我们博客的一些常见的一些导航链接，常见的菜单栏都有。最底部的话有我们一些简单的版权信息。那我们随便点开一篇文章来看一下。在文章里面，我会教大家怎么样设置我们的关键词，因为一篇文章，你的一篇文章能否排到 Google 里面有一个好的排名，那里面的一些 SEO 设置的话非常非常的重要。这里的话我们会设置一个整个文章的一个目录，那里面包含2级标题、3级标题、4级标题等，还有我们图片的优化，我们图片的所有属性也要与我们文章相关。我们会涉及到一些摘要、分享布局，还有一些主要关键词 SEO 优化。每一步的话，设置好每一步，可以让你的文章的话更出色。总之，这个视频的话会从头开始带着你掌握制作一个专业博客的全部技术。视频虽然有点长，但是干货绝对满满。你可以分几天的话慢慢看，比如说，因为你可以分几天慢慢看，确保每一个细节不要错过。因为有时候你一旦错过一个细节，可能你后面做起来就会非常的吃力。总之，有任何问题和想法的话，我们在评论区见。现在的话，我们就开始来制作我们的第一个博客网站。首先，我们来说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主机和域名。那每一个网站的话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域名，这顶部的话就是域名。那我们的油管的话，你看在上面的话也是我们 YouTube 的一个网址 ，Google 的话也有 Google 的一个网址。这个网址的话就是我们专业术语就叫域名。那不管你搭建什么样的网站的话，不论你是电商网站、个人网站、企业网站，还是门户网站，都离不开这2大基石：主机和域名。为你的网站注册一个专属的域名，再给它在互联网的大海中安一个家。那一会的话，我会教大家怎么样申请一个免费的域名。一会我还会告诉大家怎么样获取一个免费的域名。接下来的重头戏就来了，就是我们的主机。主机简而言之就是存放你网站里面所有文件、图片还有文字的地方。它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运行，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人想访问你的网站，那我们的主机的话就会迅速的响应，把网站的内容呈现在他们的面前。选择一个好的主机是一个比较大的学问，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你网站的
体验、速度、性能，甚至是说在搜索引擎里面的一个排名。那有风的话测试过非常多的主机，那最后的话我选择了 Hostinger 的话，是我测试下来表现比较好的一款虚拟主机。第一的话，它性价比比较高啊，它在速度、支持还有扩展性方面的话，表现得非常出色。接下来的话，就让我们开始。本期用到的所有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描述里面，兄弟们可以先暂停一下视频，打开这个链接，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接下来我们就来购买我们的网站主机。来到 Hostinger 首页以后，进来的话会是英文的界面。我们可以点击这个 English， 点一下它，我们可以把它点到右边这里有个中文，我们可以把它切换成一个中文的界面。因为 Hostinger 的话，它里面还有中文的客服如果后面你遇到有不懂的问题，你直接可以跟他们联系他们的客服发中文就可以了。我们可以点击左边这里有一个现在开始。Hostinger 它有个好处，它就是提供了一个30天退款保证，所以说大家在买的时候可以放心的购买。我们点击左边这个现在开始它一共提供了3个套餐，价格的话从21到56的每个月不等。那我们就选择中间这个最热门28.99每个月。那这个套餐的话，它里面可以存放100个网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制作100个网站放在它这个虚拟主机里面都没有问题。还有200G 的一个存储空间它的存储空间是 NVMe， 它这个速度的话会比传统的 SSD 访问速度会快很多。另外的话，它有一个免费的域名这个免费域名是怎么样的？第1年的话，你的域名的话是不用给钱的。那一般域名的价格是每年70-80块钱，相当于的话，你第1年的话帮你省下了70-80，第2年的话就需要你自己付费。域名的续费价格的话也差不多，也就是80块钱左右。还有一个就是它有一个无限制的 SSL， 所谓 SSL 就是一个数据的一个加密传输。有了这个加密传输以后的话，你的网站的话数据的话会更安全一些。还有一个，它提供了一个每日的备份。第一个套餐的话，它是每周备份。作为一个网站的话，每日备份是非常重要。一旦你的网站被黑客攻击的话，有备份，那你可以点一键进行一个恢复，非常的方便。每日备份这个功能是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还有它一个免费的 CDN， 第一个的话就没有。所谓 CDN， 它就是一个全球加速。当你的访客从美国访问你的网站的时候，它会从美国调取数据，这样的话相当于它的一个访问速度话会快很多。那我们选择第2个，点击这个选择套餐。接下来我们需要选择你主机购买的一个时间。你购买的越久的话，它的价格的话会更便宜。做网站的话，做网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你不可能说做1个月、2个月就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做网站一般是要用年来计算，1年、2年、3年、5年。你做的越久，那你的整个网站权重就会越高，你获得一些免费的搜索流量也会越多。所以说做网站的小伙伴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它不是说马上能见效的。我建议大家的话，你可以选择这个48个月，48个月的话，它还另外免费赠送你3个月，算下的话，每个月价格的话是在23块钱左右。如果你预算比较有限的话，我建议大家你可以买这个24个月，也就2年。做一个网站2年，我觉得也是最基本的。如果说你单独买1个月的，就是99，这个不建议。我建议大家买24个月或者48个月。有风买的话就是这个48个月的这个，因为它提供了一个30天退款保障，所以说大家在付款的时候可以放心的付款。如果说你如果后面你不满意，到时候直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这里的话，你可以创建一下你的账号，你可以直接用你的 Gmail 邮箱登录，或者说你直接输入这个新的邮箱或密码都可以。它支持的付款方式也非常多，你可以用你的信用卡支付宝、PayPal， 或者说我们中国的一个银联卡、中国的银行卡都没有问题。这些信息的话，你可以先填一下，也可以暂时不填都没有问题。比如说我们这里选择我们用支付宝付款。拉到这个地方，直接点击个提交付款，等一下用支付宝扫码就可以了。购买都非常简单。当你的主机购买完以后的话，它会向你的邮箱里面发送一封电子邮件，里面会包含你的账单信息。到时候小伙伴可以注意去看一下。当你购买完1年主机以后，你就可以去申领一个免费的域名。第1年的话，域名的话它是不会收你的钱。我这个来到 Hostinger 的一个后台。
我们点击顶部上面这个网站，点击网站以后，我们可以点击右边这里有个增加网站，我们就可以点击选择第一个，从 WordPress 进行一个创建，我们选择它。整个流程的话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点这些。这里的话，先来设置一下我们后台管理员的一个语言。如果是可以选中文选择世界上比较主流的语言里面都可以选这个只是我们后台管理员的一个语言。这里设置一下你的管理员电子邮件，还有你的管理员密码。等一下我们登录我们网站后台的时候，就需要这个邮箱或密码，所以说大家在设置的时候一定要记清楚。还有点击下一个。这里的话，它问我们想创建什么样的类型这个地方的话无所谓，那我们随便选一个都可以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最后一个。要点击下一个。这里的话，它会叫我们安装一个默认的一个模板，因为等一下呢，我有空会教大家使用一个免费的模板。这些模板的话这些模板你都可以不用选，我们直接点击这里创建一个空白的网站，点一下。这里它会叫我们推荐我们安装一些插件这些插件的话，我们这里都不需要。那我们因为插件越多，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网站的一个访问速度这些插件我们都用不着，我们直接点击跳过。这里是否用 AI 生成内容，不需要点击跳过。这里的话可以选择我们的域名这里的话我直接选择 Hostinger 赠送我的一个域名，比如说叫做游风 AI.com 这只是我的一个演示域名。如果你的域名还没有出现的话，那你可以在这个位置点进去免费申领一个域名就可以了第一年的话，它的域名是不会收钱的继续点击下一个，或者说你可以点击这里。如果你域名还没准备好，你可以先使用临时域名来进行创建一个网站。你可以先跟着我操作一下，当你的网站搭建好以后，等一下再用这个，等一下把这个临时域名改成你自己的域名就可以了。这里的话我已经选好我的域名，点击下一个。这个时候 Hostinger 的话，它就会帮我们把 WordPress 这个全世界最主流的一个建站程序安装到我们网站里面来。你不需要懂代码，等一下你跟着有风一步一步操作就可以了。制作网站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当我们的当 WordPress 网站安装成功以后，它会自动返回到我们的 Hostinger 的一个后台。然后这里右上角，我们这里可以点一下这个管理面板。它会自动跳转到我们的网站的一个后台。现在的话已经进入我们网站的一个后台了。可以点击左上角这里有个查看站点，点击一下它。这个的话就是它默认安装的一个模板到我们的网站里面来。等一下我会教大家怎么样把这个页面的话改成我们今天要做的这种专业的博客网站的这种样式。我会手把手一步一步教你操作。当然我们可以点击左上角这个 W， 同样可以回到我们的后台。这是我们首页，当然下次的话你也可以在地址栏打一个斜杠，输入一个 WP-ADMIN 这个地址的话就是后面这个都是通用的 W 一个斜杠 WP-ADMIN， 前面的话就是你的域名。它同样可以进入我们的后台它同样可以来到我们的后台。那我们刚才第一次进来的话，你可能看到是这个 Hostinger 这个页面。那它的真正后台这个是点击左边这个仪表盘，这个就是我们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这就是我们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刚才我给大家说了，你买 Hostinger 的一个主机的话，它在里面的话可以制作100个网站。如果说你还想建更多的网站的话，也很简单，你直接点击左上角这个网站，再点击这里一个增加网站同样的话这里有个 WordPress， 这方法和刚才一样。点击下一步，那你的网站的话又可以，点击下一步又可以创建一个新的网站。这时候我们先回到我们的 WordPress 我们的网站的一个后台。我们点击这个仪表盘，仪表盘里面的话它会显示很多信息这些信息的话有时候你看到有点乱，我们可以让它简洁一点。我们点击右上角这个显示选项，我们可以把这些全部这个勾把它去掉，让我们整个后台的话看起来干净清爽一些。左边的话是我们一些常见的一些功能，比如说这里有个文章，在文章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来写文章我们可以来设置我们的一个网站的一个分类。在媒体里面的话，我们网站里面所有的一些图片信息或者视频信息都会存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增加文件可以上传图片进来。然后这个页面的话就是一些比如说关于我们联系我们的页面。就像我们在最顶部这里有个联系我们页面，
这就是一些比较常用或者固定的页面。那这里面就是制作一些比较常用固定的页面。这个评论的话，如果有人在你的网站里面有评论，那所有的信息都会显示到这个页面。那外观的话，可以设置我们网站的一个模板，我们的主题。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地方，可以安装一些新的主题。那这下面的话，这个就是插件。所谓插件，就相当于我们手机上的 APP 啊，就像是我们手机上的 APP。那你可以装各种各样的插件来增加我们网站的功能。那如果说有些网站你的功能没有，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安装左上角这个安装新的插件。那 WordPress 的话，它有一个非常强大、非常丰富的一个插件市场，里面有几千上万个插件。那我们可以在里面进行选择。左边这个设置页面的话，可以设置一些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些功能。那首先的话，在设置里的话，我们点击设置，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网站的标题。在这里的话，你可以写上你的一个网站，或者说你品牌的一个名字。这里有个副标题，可以对你的标题的话进行一下阐述，那没有问题。下面是你的一个 WordPress 的地址，这里有个成员资格，任何人可以注册，那你可以把这个打开。那别人的话可以在你的博客里面注册一些账号，和你进行一个互动。这里设置好以后的话，我们点击左下角这个保存啊，任何更改的话都记得一定要点一下保存。这里还有一个固定链接，我们点击一下固定链接页面，它的链接的形式有很多种，比如说有自定义结构，有文章名，我们选择这个文章名就可以了。选好以后，点击左下角这个保存更改。那我们一些基本的设置完以后的话，接下来我就来教大家怎么样来安装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些东西。首先的话，我们需要一个插件。首先我们需要安装一个页面构建器。这个页面构建器有什么用呢？如果说你不懂代码，安装了这个插件以后的话，它可以直接拖动的话，有了这个插件以后，它就可以构建出一些比较好看、比较专业的页面。那不需要我们懂代码，那就可以把这个页面的话制作出来。那只需要进行一个拖动就可以了。这个插件的名字叫做 Elementor， 相关链接我会发到视频下方简介里面。来到 Elementor 以后的话，首先你需要注册一个 Elementor 一个账号方便以后的一个管理。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登录，你可以用你的 Gmail 邮箱直接登录就可以了。当你的账号创建完以后的话，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的 WordPress 后台，点击左边这个插件，点击插件以后的话，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插件里面的话，它默认的话已经帮我们装了一些插件，但是这些插件点击左上角这个勾，我们把所有的插件勾起来了，我们选择这个批量操作，我们应用一下。因为它里面默认的话会有一些没有用的一些插件，我们再全选，我们只留下一个插件，这个插件就是一个缓存插件它的名字叫做 Lightspeed。那大家的话把这个这个前面的勾去掉，然后批量操作这里删除，把其他的插件的话全部删掉，因为插件越多的话，它可能会影响你网站的速度，一些不必要的插件我们就没必要留。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先不启用它。那这个缓存插件有什么用呢？它可以提高我们网站的一个访问速度。那当我们网页制作好完以后的话，等一下我们才来启用它。因为如果你启用它以后的话，有时候你的网页更改内容以后，它不会实时显示。最后的话，我们再来启用。我们现在点击左上角这个安装新的插件，我们来把我们这个 Elementor 插件的话装到我们的网站里面来。那安装插件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的话就是直接在网站的后台有插件库、插件市场，我们去进行安装；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在 Elementor 的首页里面来把这个插件下载下来以后直接上传到我们网站里面来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今天我们采用这个，那今天我们就直接在插件市场进行一个搜索。那我们点击右边这里，我们搜索一下 Elementor。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需要安装的一个插件，我们点击一个立即安装。装完以后，我们直接点击一下启用就可以了。启用好，它会弹出这个页面，我们直接点击右上角这个叉，把它关掉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安装另外一个插件，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模板组件。这个组件里面的话，它有非常多的一些功能。因为 WordPress 它官方的模板的话，因为 WordPress 它官方的组件非常有限，而且提供的功能很少，我们需要一些额外的一些组件
增强我们的 WordPress 的功能。这我就来演示怎么样先把插件下来，再安装我们的然后再安装到我们的 WordPress 网站。那我们打开这个网站叫做 ROYAL， 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可以暂停一下视频，找到这个链接，打开这个网站，来到这个首页以后的话，我们点击左下角，那这里有个下载，我们把这个插件的话先下载下来。那它会跳转到这个页面，我们点击右边这里有个 download， 把这个插件的话下载下来。这里的话正在下载这个插件。我们回到我们 WordPress 后台，点击左边这里有个插件，这里有个安装新的插件，我们点击一下。这次的话，我们选择这里有个上传插件，把我们刚才下载好的插件的话直接拖进来就可以了。拖进来以后，点击一个立即安装，或者说你直接点击这选择文件，找到你的插件的位置也可以，直接拖进来比较方便。那直接的话拖进来的话就比较方便，点击一个立即安装。那的话，这个插件的话功能非常强大，等一下我们在写文章或者说在布局我们首页的时候，会用到它的一些功能。我们直接点击这里有个启用插件，这里我们直接点击个允许并继续就可以了，它会自动激活一下这个插件。那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安装一下它的一个主题，那我们直接点击右边这里有个 Elementor 主题，点击一下它。同样的话，我们把这个主题的话下载下来，我们点击这个 download， 它会右上角的话自动开始下载。我们回到我们 WordPress 网站，点击左边这里有个外观，点击一下它。右上角有一个安装新的主题，我们点击一下。WordPress 的它里面的话也有一个模板库，那里面的话也有很多里面的话也有非常多模板。那你喜欢哪个模板，你直接点击安装，它会自动安装进来。这里有搜索，你也可以搜索相关关键词，也可以找得到。那当然了，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直接下载好了，我们直接点击左上角这个上传主题。同样的把我们这个主题的话直接拖到这个地方来，点击一个立即安装就可以了。那这里的话它已经安装成功，我们点击一下启用。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刚才安装好的一个主题，它的名字叫做 Royal Elementor Kit。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首页，鼠标放在上面，这里有个查看站点，我们来点开来看一下。你可以看到现在我们首页什么东西都还没有，因为我们还没有开始布局。等一下我会教大家一步一步来布局，大家先耐心跟着我一起操作。它里面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模板这些模板不需要，我们可以把它删掉。我们可以点击一下它，直接点击删除就可以了。网站不需要的内容的话，最好都把它删掉，这样的话可以减轻我们服务器的负担，提高我们网站的一个速度。最后就剩下我们这个刚刚安装好的这个模板。我们来到我们的一个插件页面，然后点击这里已安装的插件。这个地方这个广告页，我们可以点击右边这个叉把它关掉，最顶部这个关闭，我们可以把它点一下。现在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安装的 Elementor 这个插件，还有我们这个 Royal Elementor 这个组件插件已经安装成功。那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安装我们的一个专业的 SEO 插件，这个插件的名字叫做 RankMath。相关链接的话，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来到这个页面以后的话，我们点击这个 download， 我们把这个插件也给下载下来。直接点击右上角这个下载就可以了。它会右上角这里会自动下载。下载完以后，同样的我们点击这个安装新的插件，这里点击这个上传插件，直接把我们刚才这个插件的话拖进来就可以了。点击一个立即安装。这里的话已经上传成功，我们点击这里启用插件。这个时候的话，我们需要来创建我们的一个 SEO 优化的我们需要来创建我们的 RankMath 的一个账号。那我们点击这个创建你的账号，这里直接点击 OK 激活。这里的话，我们直接选默认的就可以了，选择中间这个，点击开始。这里可以选择你的一个网站是什么样类型的网站。我们选择第一个个人的一个个人。我们选择我们是第一个博客。这里我们网站的标题你可以来写的，这个地方写一下。那这个地方也是你的一个名字，这里可以写，可以不用写。这里的话可以来传一个我们的网站的一个 logo。那如果你的 logo 现在还没有的话，那你可以先直接保存效果就可以了。因为我之前已经有我的一个 logo， 我直接把我的 logo 的话传进来，点击使用这个。接下来的话，我们来传一个我们的社交媒体的一个图片。这个图片呢有什么样？我们在分享我们的文章，比如说到 Facebook 到 Twitter 的时候，如果说你这篇文章没有一个封面图，
啊，它会默认用这张图作为你的一个文章的封面图。那我们这里可以先增加一张进来，那我随便选了一张。那如果说这个时候你还没有图片的话，那你可以随便用一张你本地电脑的图片，那先传进来，先感受一下。啊，选好我们使用右下角这个点一下。继续点击一个保存继续。这里的话，它需要连接到我们的 Google 的一个服务，注册一个 Google 分析的一个账号。那这个账号，这个谷歌分析的话，它有什么用呢？它可以分析一下我们网站你每天有多少流量，那你的流量来源于哪些地方？那访客的话，它的一个访问深度是多少？它的一个页面停留是多少？停留时间是多少？那这些数据的话，对我们制作网站的话，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一次进来的话，你可以点击这个右上角，用你的 Gmail 邮箱免费注册一个这个 Google 分析的账号啊，非常非常简单。当你注册完账号以后，你可以进入这个后台，可以看到你的网站的一些大概的一些数据。那你可以点击左下角这里有个管理，我们可以点击左下角这里有个管理。点进来以后，我们可以点击左上角这个加号，创建一个新的账号。我们点击这个第一个账号的英文账号，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加号，创建一个新的账号，点一下。那这里的话可以输入你的这里可以输入你的网站的名字。那这里面的话，你需要哪些服务？那你可以把它勾上，点击一个这里我们需要的服务，把它全部勾上了，点击一个下一步。那这里的话，可以同样填上你的一个网站的名字，这个名字只有你自己可以看到，方便你自己区分啊。所以说这里可以随便填。你的时区是哪里啊？如果是你是中文的话，你可以选中国；那如果你做的是英文网站的话，你可以选美国。那你的当前货币啊，这个东西不重要，因为我们只是一个博客的网站。我们点击一个下一步，然后这里可以选择我们网站的一个分类，比如说我们做的是一个。那这里可以选择你的一个网站分类，那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选。比如说我做的是个技术，做的是关于 WordPress 相关，我可以选互联网。那这里问你的公司有多大，随便填无所谓。点击下一步，这里他会问你创建这个账号主要是来做什么？那你可以都把这些勾上。那你可以把上面4个的话都给勾上，点击这最底部有个创建。这里的话你需要同意一下它的一个服务条款，我们点击这个勾，把它同意。你再往直接拉右边这个下拉框，它里面有2个，你要拉下来这里再点一下同意。这里你再点击一个我接受。选择平台，因为我们做的是网站，我们选择这个 Web。这里可以填入我们网站的一个首页的一个地址。那我们把我们首页的一个网址的话填进来，把前面这个 HTTPS 这个去掉，只要后面这个一节就可以了。那你的网站名字你可以写一下，选好又点击这个右上角这个创建继续就可以。这里再点击一个下一步，我们可以点击左上角这个叉把它关了，也有限制不需要，我们先点这个叉把它关掉。好，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回到我们刚才这个安装这个 Runkemesh 这个页面，这里现在我们就可以点击连接到这个 Google 的一个服务，这里选择我们刚才注册 Google 分析的那个邮箱号，然后这里我们点击一个继续。这里继续点继续。好，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因为已经填好了这些数据的话，它会自动填充。这个账号的话，一定要选择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账号，比如说我是有风因为我刚才名字的话就取了这个。那右边的话，这里也选择这个我是有风，我们刚才因为已经建好了，那后面都是这个，因为我刚才选上你刚才建的这个就可以了。安装这个分析代码一定要点上，把它勾上，它才可以好分析我们网站的数据。这里可以填入你的谷歌广告的一个账号，那它需要这里的话，我们这里先不用管它。这里有个邮箱报告如果你需要它每个星期给你发报告，你可以把这个打开。我这里不需要，我先把它关掉。这里我点击一个保存继续。好，这个页面的话，我们默认的话把它全部我们直接用它这个默认就可以了。它会帮我们创建一个站点地图，这个站点地图的话，它可以方便我们 Google 来爬取我们整个网站的一个文章。点击一个保存继续。这个地方的话也默认这样就可以了。点击一个保存继续。好，这样的话我们这个 Runkemesh 这个 SEO 插件的话就差不多已经设置成功。接下来我们要点击左边这里有个返回我们的一个后台它会直接跳回我们的 WordPress 的后台。Runkemesh 的话它是一个非常主流也非常好用的一个网站的一个SEO 插件。
所谓 SEO 就是一个搜索引擎优化，都需要进行一个优化。这个工具的话就可以来辅助我们进行优化。当你的网站、当你的文章优化的比较好，那你的排名的话就会比较靠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技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学一下。那接下来就来到我们比较关键的一步，就是来写文章。那写文章呢非常简单，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个来，我们先看一下所有文章。那如果说你遇到这个页面没有关系，刷新一下，它默认的话会有一篇系统自带的文章，我们点击这里移到回收站，把它删掉就可以了。我们可以点击左上角这个开始来写文章。在视频的开头我已经给大家说过，我们今天用 AI 的话来帮我们写文章啊，我们即使你不会写那也没有关系，现在的话 AI 非常强大。今天我就会来一步一步教大家怎么样写出一个，怎么样用 AI， 怎么样用 GPT， 怎么样ChatGPT 来帮我们写出一篇非常专业的文章。我们把我们的提示词的话发送给他。我把我的提示词发送给他，因为提示比较长，那我会把这个提示词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到时候兄弟们可以直接复制拿过去用就可以了。我给他提示词是这样子的：你现在是一名拥有10年经验的 WordPress SEO 专家，我准备写一篇关于 WordPress 技术的文章，请给我一些建议的标题。我希望标题的话要利于 SEO 优化，我希望标题的写作方式就像知乎里面的标题的形式，用地道的中文写。那这里面的话结构我给大家分析一下。首先的话，我们在 GPT， 我们叫 GPT 帮我们输出内容的时候，我们第一步要定义它的身份。那它这样的话就可以根据我们垂直的行业帮我们来写一些更专业的一些东西。我给它垂直身份就是一个10年经验的 WordPress 网站专家。这个可以根据你的一个行业来。比如说你要做的是一个摄影方面的一个知识，那你可以说你是一个拥有10年经验的摄影师，那原理都是一样的。如果比如说你是编程的，你要做一些技术的文章，你是一个 Python 的一个技术专家，那等等都没有问题。我这里告诉他写的标题要利于 SEO 优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要像知乎里面写文章的形式。知乎里面的话，因为在百度的权重非常非常高，比如说我们在百度里面搜索一个 WordPress 技术，那知乎的排名的话，这个在百度里面搜索 WordPress 怎么安装，知乎我们往下面拉，这里可以看到这里这一排的话，知乎它的一个排名非常高，它里面写标题的形式的话非常的好，既简单又专业，又非常的突出主题。这些标题形式的话，我们需要写出模仿的这种效果。我们可以直接叫 GPT 叫 AI 模仿着知乎里面这种标题形式来帮我们写，安全提升质量等等等等。如果说你上面没有你满意的，你还可以叫它再来20个主题，再来30个主题都没有问题。GPT 的话，它很快会帮我们生成出更多的一个主题方向。有了 AI 的帮助，我们写文章的灵感的话就会非常非常的多。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 WordPress 网站备份策略，保护你的数据安全。我用复制一下它，回到我们 WordPress 后台，把我们的标题的话直接粘贴进来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第一个标题就写好了。我们可以看到右边的话，这里有一个分数，这个就是 RankMath 它的一个 SEO 分数，我们点击一下它，满分的话是100分。等一下的话，我会一步一步教大家怎么样把这个分数优化到80分，甚至90分以上去。这个分数越高，说明你这篇文章的一个 SEO， 也就是整个网站的结构的话，更利于百度，或者说更利于谷歌的一个收录，更符合谷歌或者百度的收录的一个标准。首先第一步的话，我们点击首先我们点击一下它。我们需要设置一个我们的一个焦点关键词，也就是我们整篇文章的一个主要围绕到哪一个词来做。那你想要把哪一个词来排名到 Google 的或者说百度的前几名去？比如说我们这次主要是做这个 WordPress 网站备份，这几个关键词，我希望有人在搜索 WordPress 网站备份的时候，那我的这篇文章的排名能排到我们的 Google 的前面去。那我就我成为我的一个网站主关键词，那我们可以填到这个地方来。当我们的主关键词填进来以后，你可以看到上面的分数的话，一下就变成了48分，但是这个分数还是太低，那我们需要进一步来优化它。那接下来我们需要来写我们的文章的一个内容。
那文章的内容的话，接着我们用 GPT 来帮我们写。我们不能一次性叫 GPT 帮我们写完，我们需要一段一段的写，因为 GPT 它每次生成的内容的话是有限的。那我复制一下我上面我们要写的这个标题，比如说我们做这个 WordPress 网站备份的一个策略。那我下面给它的提示词是 WordPress 网站备份策略。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换成你要写的一个文章的一个标题。撰写5个高质量的且 SEO 友好的一个引言段落，也就是我们网站的，也就是我们文章的第一部分，第一段引言的部分，并在引言中包含关键词 WordPress 网站备份。因为这个 WordPress 网站备份是我们要优化的关键词，我们优化的关键词就要很自然的出现在我们的文章里面，我们发送给他。GPT 的话，因为我叫他帮我们写5段他会帮我们来写出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直接复制一下，粘贴到我们 WordPress 网站里面来，然后按下回车。那你觉得有必要的话，你可以多复制2段，也是没有问题的。好，当我们的文章复制进来以后，你可以看到右上角这个分数由刚才的40多分，现在的话变成了58分。那我们可以复制一下我们主要优化的关键词，就是 WordPress 这个网站备份。那我们复制一下它，按一下 Ctrl 加 F， 把我们这个 WordPress 网站备份粘贴进来，就可以查到我们这个段落里面的这个关键词是否有没有出现很明显，这个关键词的话有包含在我们这引言里面，说明我这个关键词的。那接下来我们需要来生成一个我们整篇文章的一个目录。这个目录的话，我们也可以叫 GPT 先来帮我们生成一下。然后我们把这个提示词发送给他。我说为上面的文章提供一个内容目录这些提示词的话，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到时候兄弟们可以直接打开这个链接来复制一下就可以了。你可以看到这个目录的话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第一部分是我们的引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怎么样选择你的备份工具，如何进行一个网站备份等等。你看1级标、2级标题，还有它里面的一些细节，都帮我们呈现的非常非常的这个结构的话看起来就非常非常的简洁，而且一目了然。接下来我们需要针对我们每一部分的话来写出对应的一个文章。我刚才有已经说过，如果说你一次性叫他帮你写出一个文章，他写出来的文章第一个是字数有限，第二个的话可能不够详细，不够专业，所以说我们需要先把大纲列出，所以说我们需要先把文章的大纲先列出来，我们再根据每一个标题、每一个子标题再来写对应的文章。我给 GPT 的提示词这次是这样的：根据第2章，也就是我们这个选择合适你的一个备份工具写一个段落，并在段落中加入关键词。我们加入我们要优化的关键词 WordPress 网站备份因为这个是我们主要优化的关键词，主关键词，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文章里面很自然的把这个关键词的话给加进来同时发送给他GPT 的话，它会接下来帮我们写第二个部分。接下来的话，我们先回到我们的 WordPress 网站，我们点击左上角这个加号，我们搜索一个 TBBLE， 我们选择这一个 Table of 这个，点击一下它会自动的话把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文章的一个目录结构。里面现在没有内容，等一下我们把标题写进来以后，相关的内容的话，它会直接出现在里面来大概等一下的一个结构的话就是这样子的，大概结构的话就会像这样子。我们每点到某一个部分，它会自动跳转到下面的某一个部分。比如说我跳到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案，它会自动跳转到这个地方来这个非常利于我们 SEO，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个内容目录。好，我们刚才直接可以复制我们的这个标题，选择适合你的备份工具。我们在下面这里有个加号，我们这里选择这个标题的话，我们直接粘贴进来，然后我们把标题的话选中，这里有个 H2， 我们选择这个 H2 就可以了，因为刚才加进来就是一个 H2。如果它不是 H2， 就是我们的2级标题，你需要点一下，按一下回车。我们把我们里面的一个内容的话，刚才 GPT 已经帮我们弄好了，我们直接生成好了，我们直接复制一下，粘贴进来继续按一个回车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往下面来生成的话，有3个
它下面的话还有3个小点，我们需要来分别生成内容。当我们这里标题有了以后，我们这个内容区域的话，你看它会自动的抓取我们下面的内容，把标题的话直接给收进来。我们继续来给它提示词，比如说，请根据插件备份与工具推荐，我们这个第一小部分把我们标题粘贴进来。第二个，手动备份与自动备份的区别，我们这个的话也加进来。还有我们第3部分，也加进来。我叫它，请根据我们这3部分分别写出一个段落，并包含我们的一个关键词。我们的 WordPress 网站备份，也就是我整个网站这个主关键词，同样的话需要它出现在我们这个内容里面，发送给它。接下来 GPT 它会分别对我们3个了，GPT 分别会对我们3个主题来进行一个写文章。我们要做的话就是复制一下它。当 GPT 写好以后的话，我们直接复制过去就可以了。这里的话它已经写完了，我们把这一段的话复制一下。Ctrl 一下 C， 直接粘贴过来。粘贴过来的话，我们这次选择一下它，需要把它设成一个标题3。这里的话也是标题3，你需要确定一下你的刚才这个子标题的话是一个标题H3，也就是我们标题3。我们拉到最上面来，我们可以看到是吧？它里面下面的一个标题的话，它会自动的加到这里面来。等一下我们点击相关的一个标题，它会自动跳转到对应的一个位置。要做的就是重复这样的步骤，把我们整个网站的一个内容的话全部写出来。我们先把文字内容写出来，等一下的话我们再来配图片。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复制这个内容，比如说，请根据第3章，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遍如何进行 WordPress 网站备份。比如说，直接粘贴进来，然后写一个段落，并在关键词中来加入 WordPress 网站备份。同样的话发送给他。方法一样，同样我们复制我们这个主标题，按一下回车，粘贴进来。我们选中我们这段文字，点击最顶部这里有个段落，我们这里的话设成一个标题。标题的话，我们选择这个标题2，再按一下回车，把我们刚才生成好的一个内容的话直接复制进来，粘贴进来就可以了。接下来要做的也就是我们这个子标题了。同样先复制一下我刚才这个提示词，把我们的第3部分，比如说第1个使用插件进行备份，第2个手动备份数据库和文件，第3个使用主机自带的备份功能。这次的话我们需要包含这个关键词，我们这次就不需要，因为如果关键词出现的太多，那就有一种堆砌的感觉。这次我们就先不要它。等它写完以后，我们等一下直接复制到我们的 WordPress 网站里面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重复这样的步骤，把整个上面的内容的话写完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好，这里已经写好了，我复制一下它，直接粘贴过来就可以了。粘贴过来的话，我们点一下它，直接就变成一个 H3 了，那我们就不用改它。拉到最上面来，那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这部分的内容的话，它已经自动的，你看帮我们加进来了。刚才的话，我已经把里面的其他内容的话给补进来了。兄弟们，你如果说这个文章还没写好的话，你可以先暂停一下视频，先把这些内容的话全部生成出来。生成出来你可以看了以后，我们上面这个目录的话已经非常的清晰明了了。接下来我们需要往接下来我们可以，因为我们现在整个文章的话全是文字，我们可以加一些图片进来。比如说第1部分的话，我们可以加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图片。你可以打开比如说我们这个是介绍 WordPress 的，可以打开 WordPress 官网，可以截一张 WordPress 首页的一个图片。我可以按住键盘上的 Ctrl 加 Shift 键再加 S 键，那它可以进行一个截图。我截一下它，这里点击这个 Copy， 然后回到我们的文章页面，按一下回车，这个地方粘贴进来就可以直接把我们这个图片的话加进来。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加了更多的内容进来以后，我们现在分数的话已经变成了70分。这张图片我们直接粘贴进来以后的话，它会直接保存到我们的媒体里面。我们按住鼠标中间的滚动键，我们点一下这个媒体，它会在一个新的窗口打开。在这个窗口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 WordPress 我们刚才上传进来的一个图片。之前的话我已经说过了，我们所有的一个图片文件，它都保存在我们这个媒体里面。
我们点一下我们刚才传进来这个图片，这里面有个替代文本、标题、说明文字还有描述。那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我们这个图片的标题，因为图片的标题的话，还有图片的替代文本，它也会参与我们网站的排名。那这里我们怎么做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叫做 WordPress 网站备份，我复制一下它，粘贴进来。那后面的话，下面可以打一个下划线，后面呢会输入一个 WordPress， 比如说首页截图，复制一下它，粘贴到我们的标题一定要改，说明文字也粘贴进来，描述的话也粘贴进来，全部粘贴进来以后，它会进行一个自动的一个保存。点击这个页面可以把它关掉。我们再点一下这张图片，点了这个图片以后，我们点击右上角这个按钮设置按钮，点一下它，这里有个替代文本。那这里也有个替代文本，我们也把我们刚才的名字的话给加进来。看加进来以后，你看刚才的分数由70变成那个71分，说明的话，我们这个替代文本也需要包含我们的主关键词。里面的话，我们还可以加更多的图片。比如说我们网站提到相关工具的时候，我们提到这个工具的时候，我们可以搜索一下它。我在谷歌里面搜索一下它，找到它这个网站。同样的，我们把它的网站的话，首页的话来截一个图，提到相关工具，我们截一个图，回到我们这个网站页面了，按一下回车，把我们这个图片的话，同样的话给加进来。图片的名字的话，和刚才一样，我们一样的可以用刚才这种形式。提到我们第二个工具的时候，一样的，我们搜索一下这个工具，进入它的网站的首页。还有我们第三个工具，每一个工具的话，方法的话都是一样的。搜索相关工具，进入它的首页，给它的首页的话来一个截图，就这个的话我也来一个截图，图截好的以后的话，同样回到我们网站文章里面粘贴进来，这个工具也来一个截图。我的截图是按住 Ctrl 加 Shift 再加 S 键，它可以快速的一个截图的一个快捷键，粘贴到这个地方来。那我刚才说了，我们这些图片的话也会参与一个搜索排名，所以说，那我们在这个标题写的时候也要写一下，复制一下它的这个内容，来到我们左边这里有个媒体，点一下它。那刚才这3张图片也加进来了，我们同样需要把它的替代文本改一下。下面的话我会加个下划线，写上比如说我们这个当截图的一个名字。下面的方式都是一样，我们需要把标题、文字描述还有全部都改一下，以此类推。那我们所有的工具的话都是这样操作的，我们每一个的话都需要这样改一下。这个的话可以利于我们的一个 SEO 的一个排名。同样回到我们的网站页面，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先保存一下草稿。保存草稿以后的话，我们刷新一下这个页面。刷新页面以后的话，我们再往下面拉，找到我们刚才比如说存的这张照片。替代文本的话，我们也给它加进来。比如说 WordPress 网站备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话，我们分数的话变成了76分，分数的话进一步再进一个上升，说明我们整篇文章更符合百度或者说 Google 的一个收录的一个要求。那我们点击右边，点击右上角这个分数按钮，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还有哪些地方可以优化，它这里会告诉我们。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焦点关键词，我们重点优化关键词必须要在标题里面，我们已经在里面了，这里打勾没有问题。我们这个关键词的话，包含在我们主关键词的话，在 SEO Meta 里面呢也有。SEO 这个 Meta 是什么东西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就拉到上面一点，点击这里有个编辑这个按钮，点击一下它。它这一段信息的话，就是在这个位置。这一段信息的话，它也需要包含我们的一个主关键词。如果说你这个地方是没有打的叉的话，那你需要稍微修改一下。怎么样修改呢？我们点击一下这个编辑按钮。这段文字的话，我们也可以叫 GPT 帮我们生成一下。来了 GPT 以后，我说为上述文章撰写200个字符的搜索引擎优化语言描述，也就是我们 SEO Meta Description。其中包含重点关键词，那也就是你要优化的关键词，你可以粘贴到这里面来。比如说我要优化的是 WordPress 网站备份，发送给他。那这个时候 GPT 它会根据我们上面的内容，帮我们写一个 SEO 描述。那我们可以直接复制一下它。如果说你刚才这个分数很低，那你可以像这样来操作。回到我们的文章，粘贴到这个地方来就可以了。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永久链接。这个链接的话，如果说你做的是一个
英文网站，写的是一篇英文文章啊。这个链接的话，链接的后面的话就非常的关键啊，你可以包含你的整个文章的一个关键词在里面。但是因为我们是中文啊，如果说你把中文的这个当成你的一个标题，你可以看到整个网页的后面的话就会变成一个汉字，然后当你打开的时候，它会变成一长串的一个字符，非常不利于 SEO。我们怎么样处理呢？第一个处理办法就是我们要不，如果说你的网页可能被中英文的一个朋友都看到，你可以用英文，比如说 WordPress 网站备份，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一个中文，翻译成一个英文。我用到的工具，比如说 DEPL 啊，这个是我们主要优化的关键词，比如说 WordPress 网站备份。那这个是你前提是，如果说你是做的英文网站，你可以这么做。如果你做的是中文网站，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在 Google 里面搜索一个在线文字转拼音，同样的随便点开一个吧，把我们这段话的话粘贴进来 ，WordPress 网站备份。那下面的话改成转换成拼音。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复制一下这一段，回到我们的 WordPress 网站，把我们这个粘贴进来。等一下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链接就是我们这段文章的链接，那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WordPress 网站备份。在有些情况下的话，我们这样写的一个，让我们这样的一个永久链接，在中文领域，它可能有时候会利于我们的搜索优化建议大家可以这样改一下。在上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电脑端，当我们搜索 WordPress 网站备份的时候，我们的网页出现在搜索结果的一个大概的样式，大概就是显示成这个样。或者说，你还可以看一下手机端在搜索结果页面它显示的一个样式。还有的一个就是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面它会显示成什么样子这个样子。当我们把这篇文章分享到 Facebook 上面，它会显示成这个样子。这张图片的话，就是我们刚才在设置这个 SEO 插件 Rank Math 的时候设置的默认的一张照片。如果我们这篇文章没有封面图，它会直接调用我们这张默认的一个照片。我们还可以看一下 Twitter， 如果说你把这条文章分享到 Twitter 上面，它是显成是这个样子。好，这里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点一下这个叉，把这个页面关掉。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这个这里就来到这个焦点关键词没有出现在我们的 URL 里面，没有出现在网址里面，因为我们是中文，所以说这个的话确实不好处理。那这个我们就不用管它了。这里有一个焦点关键词出现在我们前面10%的部分这里面是有出现的。可以看到 WordPress 网站备份，因为我们刚才在写这种引言的时候，就告诉过 GPT， 在我们的引言部分一定要加上这个我们主要优化的这个关键词。好，我们的主关键词的话，在内容里面有找到这个的话也是没有问题，打勾。他说我们的内容的话只有94个长度，太短了建议的话需要600个字。但是这里的话，我们这里的这个地方我们先不管它，因为我们这里的话可能已经超过，只要超过600个字，这个分数的话它会自动上去。因为我刚才的话内容的话，我只是随便写了点还没有写完。你们在写的时候，如果全部写完，应该是超过600个字是没有问题的。这里下面的话，我们再点击这个其他，在其他里面的话，主关键词的话出现在了我们这个子标题里面，我们子标题里面也有出现，没有问题。主关键词你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个图片的一个 ALT 描述里面，那也没有问题。随便点开一个图片，点击右上角这个设置，也就是这个替代文本。我们刚才设置的第一张照片，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替代文本就有这个 WordPress 网站备份，所以说它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继续回到这边，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个其他，他说我们的关键词的密度的话太多了，也就是我们这个 WordPress 网站备份，这个在我们文章里面出现的次数太多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删掉一些 WordPress 网站备份这几个关键词，我们 Ctrl 加 C 复制一下，然后再按一下 Ctrl 加 F，Ctrl 加 V。那我们来找一下我们这个关键词，你看出现了22次，确实可能出现的频率有点高。你要做的话就是找到这些关键词，删掉一些。当你删掉一些以后，那它这个地方你可以去删掉一些，删掉以后的话，它这个地方自然的话就会打勾。那我们这里先不管它。URL 的长度的话50个字符，那没有问题。这个地方的话，我们整个文章的话需要包含一个外链或者说内链。什么叫做外链内链？比如说我们提到这个
WordPress 的网站的时候，我们可以这里加一个链接，链接你可以链接到你自己的这个网站里面来，加一个链接进来。这个链接到你自己的网站的话，就叫做内链。什么叫外链的话，比如说我们提到某一个关键词，提到这个谷歌服务的时候，我们在 Google 搜索一下它，找到它这个链接，回到这个 WordPress 编辑页面，点击这个增加链接，然后我们把这个链接加到它的上面来。这就叫做外链。把这关键词点了以后，它会跳转到其他网站。那我们加了这个以后的话，那你外链和内链的话，分数的话就可以自动的话打勾。那这两个就是一个外链一个内链这一部分就已经优化成功。那么再来看一下这个标题的可读性上面来，标题的可读性，他说希望我们的标题的话包含一个数字。那么在前面的话，我们可以比如说加个2024吧。好，你看这时候的话，这里的话打勾没有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分数的话已经变成了80分。全部设置好以后，记得点一下这个保存。我们现在的话还没有发布，我们先保存一下。在发布之前，我们需要设置一下我们这篇文章的分类，我们这篇文章的一个封面图。我们点击右上角这个设置。那首先的话就是一个分类，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新增分类。那我们这里可以叫做一个，比如说我们这个的话，这个类目里面主要讲的是 WordPress 网站备份的一些技术文章。那里面的话，你可以写很多关于备份的一个技术文章，你可以单独建一个分类，然后点击一个新增分类。第一个，如果说你这篇文章没有分类的话，它会默认归到没有分类这个里面来。下面的话，这里还有一个封面图。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个设置封面图，我们可以来设一下我们的封面图。那封面图的话，图片的话，如果你没有的话，那这里有空给大家介绍一些免费的一些素材网站。那第一个网站的话就是 Pixel。Pixel 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个免费的一个素材，它的素材的话包含图片、视频，还有音乐都有。还有一个网站叫做 Pixabay 这两个网站都是一样的，它里面有非常多免费的素材，而且都是一些高清的一些图片。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搜索一个 WordPress， 我点击一下搜索，或者说你在这里搜索一下 Office， 就是我们的办公室，它里面的话也会出现非常多的一个素材。比如说我在这个 Pixabay 里面，在这里面的话可以来选择一张，比如说我觉得这张还不错，我点击一下它。右边的话，这里有个免费下载，往下面拉，来找一找里面的一些比较好看的一个图片。假如说我觉得这张图片还不错，我可以点击一下它。点击它以后，右边的话，这里就有个 download， 我们点一下这个倒三角，它里面的话给的尺寸的话也非常多找3000乘以2000、1920、1280，那这些都有。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比如说1280乘一个850，点击 download。那就可以把这个照片的话直接下载下来。那 Pixel 里面也有很多这种素材，我们也一样的点一下它。右上角这个倒三角，我们可以选择尺寸。Pixel 的话，它还可以自定义尺寸，比如说你想下载多大的一个尺寸，你这里可以直接手动输入。我们这里选择一个中等的1280乘以853的就可以。点击这个下载，它也是直接可以把我们这个图片的话给下载下来。如果说你下载下来的图片的话，尺寸不符合你的要求，我们可以打开这个网站，这个网站叫做 Photopea 它是一个在线的类似于 PS 的一个网站，但是它里面的用起来比较简单，它相当于是一个简化版的在线 PS。我们把我们刚才下载好的图片的话直接拖进来，拖进来以后的话，我们在左边的话这里有个裁剪工具，然后你可以对这张图片进行一个裁剪，或者说在上面的话你可以直接输入你想要的一个尺寸。比如说我这里来一个固定尺寸，我这里设置一下，比如说我要个1280乘一个720，我们720这个的话就是我们需要的一个图片的一个尺寸，因为我们希望我们整个首页的一个尺寸最好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尺寸，我们就把它设置成1280乘一个720，这样的话我们整个网页统一看起来也会更舒服。设好以后，点击右上角这个勾，确定一下。我们点击左上角这个文件，这里有个导出成 GPG 就可以了。这里有个保存。接下来回到我们的 WordPress 文章页，这里有个设置特色图，我们点一下它，这些特色图就是我们文章的封面图。点击左边这个上传文件，把我们刚才保存好的图片直接拖进来就可以了。来点击右下角设置为特色图片。那这篇这个
这张图片就会成为我们这个文章的封面图。全部设好以后的话，我们就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发布了，点击一个发布，点击一个发布。我们可以点击这里一个查看文章，那我们可以来查看一下我们刚才大概写好的一篇文章，大概的话就是这个样子。这边的话有我们的一个目录，我们点击一下它，它会跳转到我们对应的一个位置。比如说我点击这个备份失败的原因及要求，你看它会直接跳转下来。我们整篇文章的话看起来的话还是非常的专业有图片、有内容、有目录该有的都有。但是这个页面的话看起来现在还不是很美观，没关系，等一下后面有空会教大家怎么样来美化我们这个页面。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可以来 Pixabay 或者说 Pixel 里面来下载更多的一个图片。因为我们后面的话还会写很多的文章。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重复这样的步骤。我们把我们整个网页的话来先发布6篇文章左右吧。那我们点击右上角这个设置，这个文章的 URL 地址的话，我们这里点击一下它。这个地址的话你可以改，但是前期你确定好以后，那后面我建议大家就不要改了。如果 Google 收录你的文章以后，你把这个改了，它到时候收录点进来的话，就是一个打不开的页面。接下来我们要做的还是左边这里有个写文章，那我们可以来继续写我们下一篇文章。那方法的话都和刚才一样，但是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只是演示，我这里就不再写更多的文章了。那我要用到的一个工具插件，我安装一个插件，可以快速的复制我们刚才写好的一个文章。如果说你没有安装插件，它在后面的话没有复制的按钮，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点击插件，这里点击安装新的插件。那我搜索这个关键词就是一个复制页面的一个插件。那安装的就是第一个，立即安装一下。安装好这个插件以后，我可以复制我的文章，复制我的页面。那有一些重复的步骤我就不需要再做了。等一下，因为我们演示要我们整个首页好看，我们需要多发布几篇文章进来。安装完以后的话，点击一下启用。那启用好以后，我们点击这边文章，这里一样所有文章。这次我们放在上面来，你可以看到这里现在多了一个复制。我们点击一下它，它就会进行一个文章的复制。再点击一次，你看它又可以这样复制。那我们可以多复制几篇文章，比如说我复制一个5篇，那这个文章的话就差不多被复制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点进去，点击这个编辑，来更改一下里面的一个标题、内容，还有我们右边这个特色图。由于时间的关系的话，我就直接把我们刚才这些主题的话直接复制过来，当成我们的一个标题。右边的图片的话，我也进行替换一下，点上传文件，把我之前从 Pixabay 上面下载好的一些封面图直接传进来。好，我的刚才的文章的话已经发布进来了。接下来的话，我们要做的就是来装修一下我们首页。现在我可以看到我们首页的话非常的乱，而且看起来非常的不美观。那我们需要来进一步来优化一下它。那我们点击左边页面，这里有个点击左边这个页面，点击这个新的页面。那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首页的一个内容。这个标题的话，我们也可以改成一个首页。那右边的话，这里有个模板，我们点一下默认模板。默认模板里面，我们选择这个 Elementor 画布，我们选择它，点击一下发布。发布好以后的话，我们需要把我们刚才设置的这个页面设为我们首页的一个页面。我们点击左下角这里有个设置，设置的话，再点击这里有个阅读。阅读这个地方，你的主页显示我们改成一个静态的页面。主页我们选择这个首页，也就是我们刚才建的这个页面，点击左下角这个保存。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首页。现在我们首页的话就是一个空白的首页，因为我们还没开始装修什么内容都没有。接下来我们要做的还是点击这个页面，点击这个所有页面。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设置这个首页，后面它多了一个首页2个字，说明我们这个已经设成首页，已经设置成功。我们在上面的话，这里有一个，我们这里点击这个编辑。编辑的话，我们来到顶部这里有个使用 Elementor 进行编辑，我们编辑一下它。Elementor 的话，它是一个页面构建器，我们不需要懂代码，我们就可以来布局我们整个网站。这里的话，首先我先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比如说我们点击这个加号，我们这里可以有一个弹性的盒，我们点击一下，我们在这里面可以来增加一个容器。比如说我选择这个，在这个容器里面的话，我们可以增加我们想要的内容。这里的话调出一个 Elementor AI， 我们点击现在不需要。左边的话，我们点击左上角，这里有9个点。这里面有非常多元素，比如说我可以加一个按钮进来，
是吧？这个按钮的话，我可以点击样式，我可以让它居中啊。按钮上面的文字的话，内容的话，我点击内容，可以点击这里修改，是吧？非常的简单。那每一个元素的话，左边的话都有3个可以设置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内容，第二个就是样式，还有一个的话就是高级。高级里面可以设置它的一个外距啊、内距啊、宽度等等。我们还可以点击这9个点，我们还可以加很多的内容。比如说，我还可以加一个图标，那我也可以拖进来。图标的话，我点击左边这个图标库，那里面有非常多的图标，选择一个可以插进来。这图标库和我们刚才一样，我说了每一个元素它这里面都包含3个可以设置的地方：内容、样式和高级。在样式里面的话，我们一般的话都可以更改一下它的一个颜色，还有更改它的一个对齐方式啊，更改它的一个尺寸大小啊。我们在这边的话都可以来进行一个设置。高级一样的可以设置它的间距。那这个的话就是 Elementor 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知识啊，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时候就来正式来设计一下我们的首页啊。我们需要把我们首页的话设置成大概这样的一个效果啊。这边的话，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动画的一个效果，大家可以看到它下面的话有动画，右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美女图片啊。接下来我们来设置一下这个页面。我们先把我们刚才这个的话给删掉啊，移到这上面这里有个叉，我们可以把它关掉。那首先的话，第一步的话，我们需要来增加容器到我们的网站里面来。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个容器，或者直接点击这个加号就可以了。点击一下它，那我们点击这个弹性的盒，我们这次的话选择两列，点击一下它。这2列的宽度的话，我们可以设置一下，你可以左右拖动，你可以设置一下它们占比是多少。比如说左边这个，还可以直接点击左上角这个，点一下它。那宽度的话，你看这里40%、50%、60%都可以。比如说我设个60%，就是左边的这个稍微宽一点啊。我们要做成这种效果的话，我们左边宽一点，右边的话稍微窄一点。那假如说我要做一个关于 WordPress 技术的一个网站，那你也可以根据你要做的一个行业的一个博客网站来做的，都没有问题。顶部的话需要我们需要在顶部的话设置一些口号啊，一些你的网站比较关键的信息，那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叫做一个WordPress 技术之家。那如果说你不会写，你顶部你不知道怎么写什么内容，你可以问一下 GPT。我给 GPT 提示，比如是这样子的：我准备做一个关于 WordPress 技术的一个网站。顶部的区域文字内容的话，帮我想一下。你看这里的话，它会帮我们想出很多段。那你可以把我这个关于什么技术网站改成你自己的内容。比如说，我准备做一个关于旅游的一个网站，我准备做一个关于一个摄影，我准备做一个 PS 关于设计的网站。它顶部区域帮我想一下啊，原理都是一样的。比如说我这个标题叫做 WordPress 技术之家。来到这个地方，点击左边这9个点，这里有个标题，我直接把它拖进来。这里文字的话，我可以直接打进来。这里面的字的话，如果你要加内容的话，也可以直接往里面加。在做之前的话，你可以在 Google 里面搜索一下你的一些同行，看一下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用的一些什么样的色调啊，你可以来模仿学习一下。比如说，我模仿了这一个科技网站，它用的是这种绿色加黑色，我觉得还不错。我也想我的网站的话也用这种色调啊。我需要在我的电脑上安装这样一个取色器，点击一下它的颜色的话，你看这里就会直接我就可以获取它这个颜色代码，点一下它。那这个取色器的名字叫什么呢？我给大家看一下，这取色名字叫 ColorZilla 啊。相关链接的话，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你直接把这个插件安装到你的浏览器以后，然后你在顶部的话就可以看到它这个 ColorZilla。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把它钉到你的最顶部。那你可以点击一下它，你就可以进行一个取色了。因为我刚才已经取好颜色了，那我可以直接回到我这个网站里面，点击这里有个样式，可以更改一下这个文本的颜色，把我们刚才取掉的这个绿色，你看加进来是吧？因为后面这个绿色我还会用到，那我可以点击这个加号，先把这个颜色的话存到这里，等下次我要用的话，就是可以直接调用。点击一个创建字号的话，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我们点击这个排版，比如说我这个字号设成25，可以，你可以左右拖动的话，它会直接给你实时的一个效果啊。我觉得这个25可能差不多啊，先设成25。
那下面的话，我可以继续加内容。我先我的 GPT， 在 GPT 里面的话，把我们刚才要的内容的话，直接复制过来。比如说掌握 WordPress 的技巧与秘诀，那我直接左边的话，直接把它加进来。方法的话和刚才都是一样。第二段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字号同样的点击这个笔，我们点击这个样式。点击这个排版，我们可以把它改一下，比如说我设成一个45，颜色的话，这次我可以改成一个黑色，黑色加进来以后，我们也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创建一个全局颜色，那我们把它存下来，等一下的话我们可以直接调用，点击一个创建。那我们最顶部这一部分加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增加我们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的话，它是一个动画的一个效果，那我们怎么加呢？我们点击一样的点击这9个点。那我们点击这个9个点，这里我们来搜索一下 AD， 我们搜索一个 ADVA， 那差不多这里就已经出现了，是一个高级文本样式。我们直接把它拖过来，这个样式的话，它就有这种动画的一个效果。你可以看到这里边的话，它会出现一种动画的一个效果。它左边的话，这里有一个动画的一个效果。你可以要这个动画，也可以不要。选择第二个的话，不要它这个动画。下面的话，我们下面可以加一些效果，比如说它一个圈把它圈住，或者说下面有两个下划线，你看它出现2条。那这里面的颜色效果很多，大家的话可以选择一个你喜欢的效果，比如说打叉都可以。我觉得这个2条下划线的这个不错，我们可以把它用这个效果，2条下划线出现。我往下面拉，就是第一个文本你要显示什么字，那我们可以把它粘贴进来。那我们可以回到我们这个 GPT 里面，我们把这个段标题的话直接粘过来。第二段文字的话，你需要什么样的内容？那你也可以给它加过来。比如说我设一个从入门到精通，你也可以叫做共同探讨技术难题等等，那都没有问题。那我可以直接把它加到这下面来。对齐方式的话，我们点击样式，我们可以点击这里有个排版，来我们点击右边这个笔，点击这里有一个，点击这个样式，我们可以来更改一下。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上面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地方它的一个颜色，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排版的话，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它的一个，比如说字体大小，改成一个，比如说45。然后我们点到内容里面来，这里对齐方式，我们可以让它先左对齐吧。第二个，我们再来点一下这个样式，比如说第二段文本，那就是这个带有动画这段文本，我们也可以来设置一下它这个排版，比如说这个字号的话，我也可以设成一个45一样的，让它稍微大一点。在下面这个颜色的话，我希望的话，整个网站的话都用绿色进行一个统一。这里的话，我可以改一下它的颜色，因为我之前已经保存过颜色了，我直接点击这前面像这个自定义。把我这个绿色的话直接加进来就可以了。下面这个线条，那这里也是点击这个自定义，我可以改成一个绿色。下面的话也可以点击这个三角搜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大概上面的一个效果。下面的话也会有一个动画效果，非常的好看。点击这个也可以把它收回来。接下来我们来增加一个，下面这一排有一排小字，我们可以把它加进来，点击这9个点。同样我们选择左边这里有个文本编辑器拖到它下面来。这一排的话，你可以来显示一排比较小的一行文字。同样我们可以到 GPT 里面去复制一下所有这些内容信息，我们都可以用 GPT 帮我们来生成一下。然后随便复制一段过来，粘贴到这里面来就可以了，一小段文字就可以了。下面的话还有2个按钮，按钮的话也很简单，我们点击这9个点，点击这个容器，我们拖一个容器进来。那容器的话，我们点击这里有一个，还是点击这9个点，我们先来拖入一个按钮。那它的一个基本里面的话有一个，它基本里面有一个按钮，但是这个按钮的话它不怎么好看。那我们用我们刚才安装的那个插件里面带的一个按钮，我们上面搜索个 BUTT， 我们搜索一个 BUTT， 那我们可以看到右上角带有 R 的这个按钮。那我们直接把它拖到我们这个容器里面来。这个容器上面的文字的话，在左边这里你可以改一下，比如说我可以改成叫做一个开始学习。好，我可以让它这边左对齐，让它直接过来。里面的文字的对齐方式，你这里可以改。这个的话是改它里面的文字的对齐方式。那我还是让它居中对齐比较好看。那这个宽度的话，你可以在这里拖动的话，也可以直接来进行设置一下它的一个宽度。
它的颜色的话，我们也可以改。我们点击这个样式，样式里面的话，这里有一个背景类型，那这个地方我同样改成一个绿色的吧，让它稍微统一一点。我们把鼠标放在上面，你可以看到它是不是颜色的话变成另外一个颜色了？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地方有个 hover， 鼠标滑动的时候它会变成一个颜色。那同样我们可以点击这背景类型这里，点击这里有个经典。那同样把颜色的话改成一个绿色，那鼠标放上来的话，它就没有任何的一个动画的效果。往下面拉，你看这里有个因为它是一个正方形，我如果想让它整个角的话看起来更圆，可以比如说改成一个10，那你可以看到它稍微的话就带有这种圆角，就跟我们这个样，跟我们这个案例这个网站有点相似。那圆角的话，我觉得设个4吧，差不多了，也不需要太大，有带一点点圆角就可以了。那我们再设置我们第二个按钮，比如说查看全部。啊，我们很简单，我们直接点击右键来复制一个。啊，点击右键，这里有个复制到对象下，我们直接复制一个进来就可以了。但是我们需要它排成一排，怎么样让它排成一排呢？那我们先点击左下角这个导航器点开。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2个按钮的话，在这个容器里面，我们这里点中这个容器。回到这边有个布局，这里方向我们这里点击一个行水平，你看它会自动的话跳转到一行里面来。那第二个的话，我们可以设置一下，就像我们这个案例网站，它有一个你看有一个变化的效果。当我们鼠标放上去的时候，它会变成绿色的底再加上白色字。那如果没放的话，就是一个透明的一个底。那我们也可以来设置一下。那怎么样设置呢？比如说，我们先点一下这个，点击这里有个样式。样式的话，首先我们来设置一下它默认显示的一个颜色。点击这个经典，比如说它的一个，那点击这个经典这个颜色的话，我可以把它设成一个白色啊，白色的话就看不见了。我可以让它的边框的话来一点，边框的话我们可以来设成一个绿色。我们点击这里。可以把它设成一个绿色，它现在的话就有一个绿色的边框。那中间的文字我们也可以让它变成一个绿色。这里有个文字颜色，我们也可以改成一个绿色。啊，现在的话我们就可以看清这个字。我们点击这个搜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在下面，因为我们刚设了边框，但是依然看不到边框，没关系，我们来进一步设置一下。因为我们需要设置一下，我点击一下上面有个 B， 我们需要设置一下它边框的一个粗细。我们往下面拉，这里一个边框的类型，我们变成这个实线，它的一个边框的一个宽度设成一个2的话，差不多可以了。返回你看，现在的话它就有一个边框。啊，当我们鼠标放上去的时候，啊，它就会变成一个实底，它就会变成一个绿色的底。那平时的话，它就是这样一个效果。点击这个3角把它收回来。可以看到它刚才的话离我们的边上的话有点远，那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它。首先的话，我们还是需要点击左下角这个导航器，找到我们装我们这2个容器，装我们这2个按钮的这个容器，我们点击一下它，点击这里有个高级，我们来设置一下它的外距。那外距的话，我们先点一下右边这个将值连接在一起，先点一下把它去掉。比如说它离我们上面有点远的话，我们比如说距上的话改成一个-20，它就会向上面靠一点。距左的话，我们可以改成一下，比如说-10。距左的话，我们可以改成一个-10，可以看到它就会向左边的话靠拢。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啊，你看现在的话就会好很多。比如说如果-10的话，还是它的原，我们改成-30吧。我们再来收起来看一下效果啊，现在的话就差不多了，差不多和左边的话已经对齐了。那我们的左边部分的话就还差不多了，记得点一下左下角这个更新按钮。那下面的话，我们可能还可以加一些文字信息进来，也是没有问题的。点击这个9个点，那我们搜索一个关键词叫做 list， 叫做一个图标列表，我们直接把它拖到它这个下面来。然后这里面的内容的话，我们可以来改。那下面的内容的话，如果你不会写，同样我们可以交给 AI， 交给 GPT 来帮我们写一下。我给 GPT 提示词是这样子，再来一些列表的一个内容。我可以在中间选一些，直接放在下面来。比如说我这里有个必备插件精选，我可以点一下它，我可以把下面2个的话先给删除。那前面这个我点一下它，这个勾的话我们也可以，图标可以换，点击这个图标库，可以在里面的话有很多，你可以随便选，比如说我选这个，
选好以后的话，这个前面这个颜色的话，我们也可以改，点击这个样式。样式这里有个图标，那我们可以更改一下这个颜色，比如说还是改成绿色，我们让整个的话稍微统一点。内容的话，我们也可以点一下它列表选项，文本的话我们粘贴进来，把我们要的内容加进来就可以了。点它可以收起来，我们可以复制 logo 出来，点一下这个按钮可以进行直接复制。那我们要改的就是直接改一下它里面的一个文字信息就可以了。我们这时候一样回到我们的一个 GPT， 把我们需要的其他内容的话直接加进来，把上面的文字改掉就可以了。把我们要的内容的话全部的话，还有第3个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它稍微改一下。左边这个地方的话就差不多已经设置成功，那非常的简洁，而且比较好看。那右边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加一个图片。那这个距离，如果你觉得有点近，我们可以点击一下这个笔，然后点击这个样式，我们可以这里有个距离，说我改成了2，你看改成3啊，它就会稍微离远一点。然后设好以后，记得点一下左下角这个更新。我们现在的话，右边这个图片的话，来教大家怎么样设置。那如果你没有图片的话，你可以来到 Pixel 或者说 Pixabay 来免费下载一张。比如说我搜索一下电脑 Computer， 那里面的话有很多关于这种电脑的图片，那你可以在里面的话选择一张，那选择一张直接点击这个，点一下它，选择你要下载的一个尺寸，那这里的话你可以直接把它下载下来。如果说这里面的话你没有找到你要的一个图片，比如说我觉得这张可以，我点一下它，可以点击这里，我先把这张图片的话给下载下来。那如果说你没有找到你要的一个图片，那你可以用 AI 的话帮你生成一下。现在市面上的一个 AI 生成图片的软件非常多，比如说雷拉多 AI 这就是一款比较专业的 AI 图片生成工具，因为它现在可以生成非常多专业的照片它生成出来的照片感觉和我们真实的一个照片的话越来越接近，而且效果的话越来越好第一次进入雷拉多 AI， 你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开始，用你的 Gmail 邮箱登录注册一个账号就可以了。来到它的后台以后的话，我们可以在顶部的话输入一个提示词你想要什么样的效果，你就可以在里面来生成就可以了。在生成图片之前的话，我们需要一段提示词。提示词的话，它只支持一个英文，那我们可以用翻译软件来翻译一下。比如说，我给它这个提示词是一个25岁左右的美女坐在电脑前面看着镜头。当它翻译过来以后，我复制一下这段英文，来到我们这个雷拉多 AI， 来把提示词的话直接粘贴到里面来。左边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下你一次需要生成多少照片，它的尺寸是多少。我建议大家的话，比例的话，你可以选择，比如说4:3，尺寸的话，这里可以稍微拖大一点，这里选择一个4:3，让它这拖大一点，让它稍微生成出来的像素稍微好一点。点击右上角这个生成就可以了。如果你是免费版本的话，你每天的话，它这里有一个总共150分，150分可以生成几十张照片，那没有问题。分数用完以后，你明天来，那它又会有一些分数，你又可以继续用。那有空的话，通过这个工具的话，生成了非常多。比如说这个照片，那我之前这个案例网站这个照片的话，就我用这种 AI 工具的话，帮我生成好的一个图片。那生成好以后的话，我们点击一下它，点击左下角这里一个下面有个download，我们可以把这个图片的话直接下载下来。那这就是我们刚才生成好的一个美丽照片。那我们可以放大看，你可以看到非常清晰的一张照片，可以直接把它下载下来，点击一下它这里一个download，我们把这张照片的话先给下载下来。那下载下来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可以把它背景的话给去掉。如果说你是雷拉多 AI 的一个会员的话，你可以直接在里面的话点击这个按钮，帮你移除背景，那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是雷拉多 AI 的一个会员，它可以直接帮我去背景。如果说你没有会员的话，你可以用其他第三方的工具，比如说 remove.bj 它也可以直接帮你去背景，可以把我们刚才下载好的照片直接拖进来。这个时候它这个工具就会自动的把我们这个背景的话给去除掉。也可以看到这个背景的话，它就直接给我们去掉了，但是它去的太多了，我们想要它这个电脑的话也留下来。那我换一张来试一下，把我这个美女的加进来，叫它帮我去掉。这一张的话就去的非常的自然。那去好以后，我们可以直接点击右下角这个download把它下载下来就可以了。当我们图片去掉以后的话，接下来我们需要来设计一下我们这个背景，因为看起来太单调。
我们可以在后面稍微加一些背景，加一些点缀，让它看起来更舒服。那这次我们用到的一个工具叫做 Canva。Canva 的话，它是一个在线的一个设计平台，那它里面有非常的功能。这里可以点击右上角这里一个自定义，第一次进来的话，你可以先注册一个账号，点击这个自定义。尺寸的话，比如说我设成一个1900，宽度比如说我可以设成一个1900的，高度的话我可以设成一个800，这里创建一个新的设计。那左边的话，这里有个 upload， 我们可以把我们刚才的一个美女图片的话，刚才我们不是下载好了吗？直接把它拖进来，你看是不是？直接拖进来，它就可以直接把你上传进来。比如说我把这个美女直接拖进来，可以直接把我们刚才去掉背景的美女的照片的话，给直接拖进来。我直接点，你看它就拖进来。拖进来以后的话，你可以稍微把它稍微放大那么一点点，这样的话看起来就会更舒服一些。Canva 的话，如果你是会员的话，它也可以直接给你去背景。那你点击这个编辑图片，左边这里它也可以一键给你去背景，但是这个是需要会员才可以用。没有会员的话，就用刚才有风的方法直接去背景就可以了。这里去好以后的话，我们可以在背景的后面加一些元素，比如说我们点击左上角这里有个元素，我们这里比如说搜索一个形状，然后点击第二个图形，那它里面的话有非常多这种形状。那比如说你觉得这个好，你可以点击一下它，把它挪到这边来。这个颜色的话，你可以更改一下，更改成我们这个网页这个主色调，比如说我这个是绿色，可以直接点击这个按钮上面这个按钮，我可以来更改一下它的颜色。比如说我改一下它，那比如说最后一个我也来改一下，点一下它，可以设置一下颜色。我可以把它稍微拖大那么一点点，也是没有问题。放在下面一点。它的位置的话，点击这个位置，我可以点击这里有图层，我可以把它挪到下面一点，挪到它的背后面来。这个图的话，我可以再让它拖大那么一点点。这边的话，我们还可以来加一些图，加一些形状，那都没有问题。比如说这里这3个点，我点击一下它，这个颜色的话，我也改成我们的主色调这个绿色。那我把它稍微变小那么一点点，我可以放到这里来。OK， 简单的对它进行一下装饰。全部设好以后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边这里个 share， 就是分享，我们可以把它下载下来。这里个 download， 我可以把它下载下来。格式的话，我们可以选择 JPG， 点击一个 download， 我们把这个图片的话给直接下载下来。下载下来以后的话，回到我们这个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然后我们把左下角这个导航器的话，你可以先把它点开，然后选中我们这个主容器，因为我们要设置我们主容器的一个背景。点击这里有个样式，样式的话这里有个背景，我们点击这里有个经典，那把我们这个选择图像，我们可以把我们刚才做好的一个背景图直接拖进来。拖进来还有点击这里右下角的一个选择，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已经加进来了，但是你还看的，然后我们还需要来稍微更改一下。我们下面拉这里有定位的话，我们选择一个中心居中，它会稍微过来一点。背景重复，我们这里选择一个不重复。我们再点击这上面这里有个高级，高级的话，我们把上下的类距的话设一下。我们点击这个把值连接在一起，先点一下它。距上的话，我们来100，还有距下的话，我们也改成100。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搜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大概的话，现在的话就是有一点这种效果了。好，这设好记得点一下这个更新。那第一部分的内容的话，我们已经做完了。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下我们第二部分，就是我们文章的这个区域。来，我们来设置一下。也非常简单。回到我们这个 Elementor， 先把右边那个导航器关掉。下面的话，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加号，那点击这个弹性盒，那选择第一个这个容器，那我们点击这个9个点，我们拖入我们的一个标题进来。那上面的话，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比如说我这个叫做新闻与文章，比如说我这个叫做最新，比如说我可以先设一个小标题新闻与文章。这里样式的话，我们改成绿色。字号的话，我们点击这个排版，我们把它稍微小一点的话，比如说改成20，还有居中，这里有个居中。然后我们再下面的话，再来拖一个标题进来，一样的拖到它的下面。样式的话，我们改成一样的居中。下面的话叫做最新的文章资讯，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内容，把这个改一下。它的颜色，我们点击这个样式，颜色的话我们改成黑吧，黑色。那排版的话，字号的话我们来改一下，比如说我设成一个50，下面的话稍微大一点。
接下来我们再来加我们这个文章这个区域的一个内容。很简单，同样点击这9个点。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来搜索一个关键词，叫做 post。我们要的话就是第一个这个按钮，这里看到一共有6个框，直接拖到它下面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文章内容是不是自动的话，它就会被加载进来。然后这里的话，你可以设置一下你要显示几篇文章，那你往下面拉。那比如说你要显示3篇文章，你这里可以设个3，它只会显示3篇。比如说我这里设成6，它就会显示6篇文章。这个图片的话，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些效果，比如说这里我们往下面拉，这里有个布局。这个图片呢，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圆角，我们点击这个样式，样式往下面拉，这里有个 media， 点一下它。那这里有个圆角，那我们可以来设一下，比如说我设成一个20，你看它会自动加一个圆角在上面。那我觉得10的话应该差不多了，那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圆角在上面。那标题的话，我们可以设置一下你这个标题的颜色啊。那你看这里可以直接改的没有问题啊，觉得默认的一个黑色就可以。里面的话，它可以设置的一些内容的话非常多。我们收起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区域，它大概的话就是长这个样子。那我们同样收起来，我们第2个区域的话就差不多设置好了，简简单单。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设置我们邮件通讯这个区域，非常重要。那你可以尽量的多收集一些你访客的一个电子邮件。那在后面的话，你可以给他们发送一些广告信息啊，可以推广一些产品啊。这个邮件订阅还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来一起来设置一下。那同样我们点击这个加号，我们新增加一个容器，点击这个弹性盒。这次的话，我们选择这个2列的这个容器。那我们需要左边的话，左边我们点一下左边这个容器，这里的宽度的话，我们设置40%，左边稍微窄一点，右边的话稍微宽一点，因为右边的话我们有文字信息。那接下来我们需要来设置一下我们这个背景的一个图片。那我来教大家简单设计一下我们下面这个图片。同样的话，我们需要打开我们的 Canva，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右边这个 Upload， 把我们想要的一个文件上传进来。比如说我要把我这张图片的话加进来，这里我可以点击第一个来设计一下这个图片。那点击第一个自定义尺寸，这里创建一个新的设计。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点击左边这个元素里面的话，这里有形状，这里我们可以查看所有的一个形状。比如说我加一个这个正方形进来，加个正方形，我可以把它颜色的话，同样的话改成我们这个绿色。我点击这个吸管，吸一下我这个绿色，回到这个页面，点击左上角这里，把我的颜色改一下，改成这个绿。我可以拉大一点点，这个效果。我还可以让它稍微旋转一下，最底部这里可以旋转，大家看了吗？旋转好又可以给它拉大一点，这样的话就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样式在里面。设置好以后的话，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分享，可以点击这个download，把这张图片的话同样的先给下载下来。图片下载下来以后的话，接下来我们可以回到我们这个页面，要选中我们这个整个区域，你点击一下这个编辑容器。那你也可以打开左下这个导航器，看一下我们这个容器的话有没有选中。我们点击这个容器，点击这里有个样式，样式的话这里我们选择这个背景这里选择这个经典，把我们刚才的图片的话上传进来，点击这个上传，把我们刚才设计好的这个直接拖进来以后直接点击右下角这个选择。我们这里同样选择这个中心居中。下面的话一样选择这个不重复，点击这顶部这里有个高级设置，类距的话我们稍微改一下，这里点一下，把上下的设成一个，比如说50，上下的是50，我们可以大概看到这样一个效果。我们可以把我们上面的内容的话直接复制下来，我们不用再重新做。我们点击一下它，那这里的话你可以看到右边大概就是这个，我们直接复制，直接在下面第2个框里面点一下，点击右键暂停。它文件会加进来，把第2部分，比如说这个最新文章资讯，同样的点击右键复制，在这里点一下，点击一个暂停。还有我们的第3部分，在下面的话，我们还可以加一个9个点，我们来一个文本编辑器，直接拖到它下面来。比如说下面的有联系我们的，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复制过来。这个改成第1个改成联系我们，第2个的话改成一个加入我们的一个社区，第3个的话对于我们这个进行一个阐述，我们直接复制过来就可以了。这个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写。我们让它左对齐吧，点击一下它，点击样式，
这里有个左对齐。第二个的话一样的，点击它，左对齐。第三个一样的，点击它样式，这里有左对齐。颜色的话，我们把第一个的话改成白色吧。那点击这个绿色这个位置设成白。第三部分我们点一下它，同样的文本颜色我们可以改成一个白色。大概的话，我们这个区域的话就已经设置成这个样子了。接下来我们需要里面加一个，就像我们这样，需要一个邮件订阅，人家可以直接在这里面输入他的一个邮件，那就可以进行一个邮件订阅。同样，我们点击这个9个点，这里搜索一个 mail， 就是一个邮箱的意思。这里一个 mail chip， 我们直接把它拖到它这个下面来放入 ，OK， 它就会自动加进来。右边的话，我们可以改一下这个邮箱的这个颜色，我们点一下这个笔，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它。我们点击这个常规，这里有标签的话，我们可以来设。这个地方有几个比较小的字，你可能看不太清楚，我直接可以把它删掉。这上面这几个字它就会去掉。那右边这个按钮的话，我们可以改成一个订阅我们，它会自动改。然后它的一个颜色，我们可以改成，比如说改成黑色。点击样式，样式往下面拉，这里有一个按钮，我们点一下这个按钮。按钮的话，背景颜色我们可以改成一个黑色。这个文字颜色我们改成一个白吧不动。点击这里有个经典，我们把这个绿色改成一个黑吧。OK， 差不多的话，大概的话就是这样的效果。全部改好，记得点一下更新。这个时候你只是加了一个邮件收集的框，但是它现在还起不了作用。接下来我们需要去到我们的一个邮箱的一个首页来设置一下它的一个 API。那我们可以先回到我们这个网站的一个后台，把上面我们先进入我们的首页吧，粘贴一下，它会来到我们的首页。现在呢，目前的话大概是这个效果。那我们可以点击左上角这个 W， 回到我们的网站后台，点击左边这个 ROYAL， 我们点一下它，点击这个叉把它擦掉。然后这里有个设置，我们点击一下设置。在设置里面的话，我们就可以来，这是我设置里面，我们往下面拉，这里就有一个我们的 Mail Chip 的一个 API Key， 那我们需要去调一下这个 API Key， 我们复制一下这个 Mail Chip， 它是一个邮件营销平台。你首先的话，你可以来就是这个像一个猴子这个图标。第一次进来的话，你可以先去注册一下它的一个账号。注册账号以后的话，你可以进入它的我们来进入它的一个后台。进入它的后台以后，我们直接点击右上角我们这个头像，这里有个个人简介，我们点一下它。这里有一个 extra， 就是这里面有个 API Key， 我们点击一下它。往下面拉，这里有个创建一个 API Key， 点击一下它。这里的话，你可以设置一下你这个 API 的一个名字方便你自己区分。以后你可以知道这个是来源于哪一个网站的一个 API。来点击生成一个 API Key。接下来我们复制一下我们这一段，回到我们这个 WordPress 后台，把这个 API Key 填到这个位置，然后拉到最底部，保存更改。这样的话，我们这个 API 的话就已经设置成功。那我们可以来到我们的首页的话，我们可以来大概看一下我们现在做好的整个网站的一个大概效果。顶部的话已经可以了，左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些网站的主要信息，右边是一个我们的要展示的一个图片，中间的话会显示我们最新的一些文章。再往下面的话，大家的话可以来加入我们的社区，订阅我们的邮件列表。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输入你的一个邮件，就可以直接订阅。当有人订阅我们的邮件以后，我们可以来到我们的后台，这里 Audience， 这里有个所有的一个联系人。当有人订阅以后，我们所收集到的邮件的话，都会显示到这个里面。当我们收集到邮件以后，都会显示到这个里面来。现在的话，我们电脑端的话已经设置成功，但是现在的话，很多流量的话其实是来源于我们手机端。我们手机端的话也需要稍微来优化一下。我们点击左下角这里有个响应模式，这里面有一个手机端，我们点击一下它。我们需要看一下我们手机端的话，其实是有一点乱，我们可以来稍微更改一下它。怎么改呢？比如说第一个，我们点击一下它。我们可以让它稍微居中，手机端的话，我们可以让它进行一个居中显示。点一下这个笔，这里排版的话，我们可以让字的话，比如说稍微小那么一点，手机端的话不需要太大。第二个的话也是点这个笔，同样是我们点击这里个内容，同样我们点击这个排版，
我们也可以让这个字的话稍微小那么一点。OK， 这样的话差不多了。24差不多。第3段我们也来改一下，点击这个高级文本，点一下它，点击这里有个排版这个 B， 我们也把它稍微变小一点。OK， 变小以后，我们让它居中对齐一下，回到我们这个内容里面往下面拉，这里有居中啊，它这2个就会跑到中间来。啊，这一段的话，我们也让它居中，点一下这个 B， 点击这个样式，这里有个居中啊，它同样会跑到中间来。啊，这个按钮区域的话，也是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区域。如果你点不中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导航器点出来，我们可以找到我们这个容器，包含我们这2个按钮这个区域，我们也是要让它居中。我们可以点击布局，布局的话，我们可以让它分成2排展示也是可以的。中间的话，这里有个负责对齐，我们可以让它进行一下居中大概的话，它会跑到我们中间一点来。这个背景图的话，我们不需要，我们可以把它删掉。这里有个，我们拉到最顶部这个容器这个位置，这里有个样式，我们把这个背景图的话暂时给隐藏掉。那么直接点击这个经典，把它去掉就可以了。现在的手机端的话，它就没有这个图片了。这个区域的话也让它居中，我们点击一下它，点击这个笔，内容样式这里有个居中，它也会这个区你也可以让它居中，但居中感觉有点乱了，我们还是让它靠边对齐吧。那可以点击这个三角，我们可以预览一下这个手机端的一个效果。如果说这个样实在不好看的话，我们也可以不要它，点击右键，这里有个删除掉就可以了。我们再往下面拉，这个区域点击右键，直接把它删掉。这里有个最新文章，这个字的话太大了，同样点击这个 B， 我点击这个排版，把它稍微变小一点吧。好，可以了，继续往下面拉。可以看到我们最底部这个区域也是文字太大，点击这个 B， 我们可以点击这里有个排版，把这个字的话先变小一点。OK， 这样的话就差不多了。收起左边这个，我们现在的话可以来打开看一下我们手机端的一个效果。理解如果你想改得更好的话，你可能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好好去改一下方法的话大概都差不多平板电脑端的话也是你需要进行一下更改的。接下来的话，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的一个其他页面，比如说我们的联系页面，我们的博客页面，还有我们的一些分类页面。那这些页面呢，我们不用单独设置。那我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一个模板，大家直接导入进你的网站就可以了。那怎么样做呢？这些模板的链接的话，我已经放在我的一个 Google 网盘里面了。大家直接打开这个 Google 网这个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到时候兄弟们可以直接把这个下载下来就可以了。点击右边这个直接 download， 那就可以把整个文件夹下载下来。下载下来以后呢，它里面的话包含这么一些模板的一些文件，我们可以直接导入到我们的网站里面来。那你可以点击这里全部下载。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点击左边这里有个3条横杠，这里有个退出。那记得退出之前一定要点一下更新。我们回到我们的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我们点击左边这个 Royal， 这里有一个模板构建器，我们点击一下它。我们首先点击第一个 Header， 点击最左上角这里有个创建模板。这里名字的话，我们可以取一个 Header。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我们顶部区域菜单的这个区域，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网页顶部的话是空白的，什么都没有。这里点击一个创建一个模板，这里然后增加一个条件，点击一下它。这里的话我们选择应用到整个网站，我们选择第一个，把这个的话开关给打开。那这个开关打开了，点击一个保存。这个时候它会跳转到 Elementor， 我们就需要把我们刚才下载好的一些文件的话传进来。我们直接点击中间这个第二个增加模板，点击右上角这里有个上传，这里选择文件，我们选择这里有个 header， 这个装记一下它它就会被导入进来。这里选择我们刚才加进来这个 header， 点击一个插入，这里选择一个应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顶部栏大概的话就会是这个效果。我们点击一下更新，更新好以后，我们可以来到我们首页刷新一下，看一下效果。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顶部的话已经有大概这些东西了，但是这个 logo 我们需要改一下。logo 的话，你可以点击一下它，改成你自己的一个 logo。那如果你还没有 logo 的话，你可以先随便传一张进来。那因为我之前 logo 已经制作好了，我直接把我的 logo 的话加进来就可以了，它就会被应用到上面。logo 改好以后，我们点击一下这个更新按钮，把它更新一下就可以了。好的，我们接下来可以点击左上角这个3个点，
这里我们可以先退出一下，退出一下。我们接下来我们来增加我们的底部节的一个区域。现在我们底部什么都没有，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底部的话增加成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效果。方法一样，我们点击中间这个 footer， 点击这里创建模板。这次的话，我们可以取名叫做底部，然后创建一个模板。同样的话，这里增加条件，这里的话我们选择整个站点，把这个的话一样的打开，点击一个保存，它一样跳到Elementor。这个时候的话，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底部的话中间这个增加模板，把它点击右上角这里，把我们底部的话也传进来，选择文件。这次的话，我们选择这个 footer。好，接下来我们需要把我们这个 footer 这个就是最顶上这个插入进来，底部的话内容的话就被加进来。同样这个 logo 的话，我们需要稍微把它更改一下，我们点击这个笔，把选择图像，把我们的 logo 的话传进来。那同样的，把这两个的话都稍微改一下。这下面的内容的话，你可以改成你首页上面这些 slogan， 把它稍微换一下。后面的话来一个句号。右边这些内容我们都可以改，比如说这个公司信息，你可以改成你自己的信息，公司信息。那你也可以给它加一个链接，比如说你要连接到哪个地方，比如说我要加一个连接到我的一个油管首页，我复制一下地址，粘贴进来就可以了，然后别人就可以点它以后就有链接。那第二个的话，比如说这个关于我们这个地方，你也可以改，在下面的话同样可以加链接。后面的话这些内容的话都可以改，都是一模一样的。最后的话，比如说还有一个帮助方法都一样，大家的话可以根据你们实际情况把下面的所有内容都改掉。最底部这里有个版权信息，我们点一下这个笔，这里你可以改成你自己的一个信息，比如说2024，比如说改成你的一个什么什么品牌版权所有这里的话它会改掉。你这个上面的话还可以加上你的一个链接，比如说我把我的一个首页的链接，我的油管首页链接，我可以复制过来，在上面的话这里点这个链接，我们可以把它加一个链接上来，点击右边这个连接选项，我们可以在新的窗口打开，更新一下。好，我们这个底部的区域就设置好了。记得设置好以后一定要点一下左下角这个更新的按钮。现在我们来到我们首页，我们来刷新看一下。我们拉到我们的最底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下面的底部信息已经有了。那左边的话还有我们一些社交媒体的一个链接，你都可以更改，点击这个笔，比如说你的油管的链接，你点一下它，那下面的话可以增加链接，同样可以把你油管首页的第一链接的话填到这里面来。我们点一下它就会自动跳转，点一下更新。我们来试一下，我们刷新一下，拉到最底部，我们点一下这个油管这个图标，点一下，可以看到它直接的话就跳转到我的油管首页来了。顶部这个导航栏的话，等一下我们需要设置一下，它就会这个菜单栏就会显示出来。接下来我们点击这个3条杠，先退出一下，继续我们来增加其他内容。第3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分类页的一个显示。那我们先来到我们后台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的分类页，点击文章，这里有个分类目录，随便点开一个分类目，点击这里有个查看。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分类目录的话非常的乱，一点都不美观，我们需要把它优化一下，就用我们的模板。同样的话，点击第3个，这里有个分类，这个叫存档，我们点击左上角这个加号，这个的话我们可以改名叫做一个分类。这里的话可以点击一个创建模板，这里的话增加条件。同样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个，这里有个文章分类，点击这里有个右下角保存，同样会跳转到 Elementor。同样我们点击这里有个增加模板，右上角这里有上传，选择文件。我们选择的是第2个，就是选择这第2个就是这个。那点击一个打开 ，Hello。好，加进来以后的话，我们记得直接再点击一个插入，点击一下应用。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分类页它大概显示的一个样式是什么样的。这个地方右边的话，你可以更改一下，比如说这里是公司信息，你可以改一下。那里面的话，你可以改成你公司的内容。右边的话，这里面都可以改。下面的话，比如说这个是最新的文章，最底部的话，这里有个照片，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笔，我们可以更改一下这张照片，也是没有问题的。
啊，比如说我随便选一张。那里面的文字信息的话，你也可以改。我们点一下这个地方，左边这里有个内容，我们点开它。这个标题的话，我们可以比如说你设成一个资料下载。里面这个文字的话，我们这里也是可以更改的。那最底部这里有个下载，我们也可以改一下。往下面拉，这里有一个，比如说我改成一个马上下载。好，这里的话它改下载的地址的话，比如说我们可以填到这个地方来。如果说你这个是一个文件，你可以把你的百度网盘或者 Google 网盘的一个下载地址，比如说我刚才分享的这个文件的地址，可以加进来。那有人点了以后，他就可以下载你网站里面的一些信息。我们更新一下。那这时候我们再来到我们的分类页看一下，我们点击这个查看。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顶部的话它会显示我们这个分类页的标题，右边的它会显示一些导航最新文章，左边的话会显示我们这些所有文章的一个大概内容。说明我们这个分类页已经设置成功。同样的方法就是有时候有人可能会在我们的文章里面进行一下搜索，比如说右上角有一个搜索，它搜索出来的结果页面的话，我们也需要稍微更改一下。比如说我点了搜索。我这里搜索一个 WordPress 你看搜索这个页面现在也是乱的，我们也需要来更改一下。方法的话和刚才的话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点击左上角这个3，我们先退出点击左上角这里先退出，是一样的。来到第3个这个存档这个页面，点击这个加号。这次的话，我们比如说来一个搜索结果页面，点击一个创建模板。这次的话，我们这里有个搜索结果，选择这个搜索结果，点击这个保存。方法一样，点击这个中间这个上传，把我们刚才这个上传进来搜索结果。那这次我们要用到的就是一个搜索结果页，这第3个这个搜索，点击一个插入应用。好，右边的信息和刚才一样，那你们都可以把它稍微更改一下。那右边这些都可以改，点击更新。更新以后，你看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搜索结果页面。那我们刷新一下我们搜索结果页，你看它这次的话就是没有问题了。那我们搜索结果页，你看现在的话就已经正常了。同样点击左上角3键，我们这里点击退出。接下来还是点击第3个这个存档。接下来我们来加一个博客的页面。同样点击这个创建模板。这里增加。这次的话我们选择这个 post， 我们选择第2个。点击一个继续。这里一样的选择上传。这次的话我们选择文件，我们选择这个博客就是第1个，点击一个打开。第一个这个我们点击一个插入应用一下。这几个页面的话大概的话都是差不多的。那里面的右边的内容我们都可以全部改一下。改后点一下左下角的更新，我们再点击左上角这个3个点，点击一个退出。接下来我们需要来设置一下我们单页面。我们现在随便点开一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单篇文章的话也是比较乱，我们需要来给它设置一下。我们选择第4个单页面，我们选择第4个单页面，同样是点击这个创建一个模板。那这个名字的话就叫做一个文章页面吧，点击一个创建模板。这里增加一个条件，这里我们选择一个页面。这次我们选择最后一个 post， 那咱点击一个保存，点击第2个，然后同样把我们的模板传进来，点击选择文件。这次的话我们选择最后一个打开，找到它就是这个，点击一个插入进来应用一下。你看这样的话我们单个页面的话看起来就比较清爽。右边的内容大家都记得改一下，点一下更新。现在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我们这个单个页面，你看它已经变成一个比较清爽的一个页面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404页面。404页面有什么样？如果说有一天你这个文章删掉了，但是谷歌它依然收录你这篇文章，点进来的话就没有一个文章页它就会显示一个404的一个页面。我们也需要这样一个页面。点击这个3个点，我们先退出。同样选择这个单页面，这次我们点击创建一个模板，这里可以设成一个404页面，创建一个模板。这里增加条件，我们这里选择一个404页面，点击右下角这个保存。同样把我们的404这个模板的话也传进来，这里直接升个404 open 打开一下。好，找到我们这个404这个页面，点击一个插入应用一下。 OK， 这个页面的话设成功。记得一定要点一下左下角这个更新按钮。全部设好以后，我们先点左上角我们退出
我们大概的话页面的话都已经传完了。接下来我们需要新建一个博客的页面，点击页面，再点击新的页面。那这个页面的话，我们取名叫做一个博客，然后右边的话点击一个发布就可以了。博客建完以后的话，我们要点一下左下角这个设置。设置的话，我们这次点击这里有个阅读，阅读这个文章页，我们这里选成一个博客啊，保存一下。我们可以来到这个页面，这里有个所有页面，我们来查看一下我们这个博客页面。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文章页的话，基本上就显示到这个里面了。所有的文章它都会汇集到这个博客的页面。还有一个东西比较重要，就是联系我们这个页面，我们需要来制作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联系我们的页面大概是长什么样。啊，这个就是一个联系我们的页面，我们需要来设置一下。那同样点击左边页面，这里有个新的页面，这里改成一个联系我们。那右边这个模板的话，我们选一下，点击模板。这里选择一个 Elementor 全宽，那点击一下发布。发布以后，我们点击左上角这里使用 Elementor 编辑。同样的话，这个页面不需要我们从头开始做，我们直接导入我们的模板就可以了。点击中间这个上传我们的模板，点击右上角这个上传，选择文件，把我们这里有个联系我们啊，这个就是联系我们的页面。打开，把我们这个联系页面的话，同样的话插入进来。这里点一下应用，好，这个联系页面的话导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里面的内容的话稍微更改一下就可以了。那你可以看到左上角这里还有一个联系我们这个页面，我们先点一下更新，我们退出一下，把它上面的话给去掉。这里点击左上角这里有个退出，这个模板这里我们一定要改一下，改成这个 Elementor 全宽，点击一下更新。更新好以后，我们再用中间这个使用 Elementor 进行一下编辑。因为它只有全宽的页面，它才不会显示我们上面的一个标题已经不见了。接下来我们改一下这个内容就可以了。这里可以改成一个联系我们。这个地方有点重复的话，我们就可以点击右键把它删掉。这里这个字的话，我们也可以改成一个马上联系。里面的电话呀、地址啊，你都可以改。比如说中间这个地址，你可以改一下，改成你的一个你的邮箱、你的地址，左边这里可以改一下。地址的话，你可以搜索一下。我改成一个中国北京，好，它这边会显示。这个地图的话，我们在右边这个笔点一下它。那这个位置的话，你也可以设置一下，比如说中国北京，它会直接定位到北京。这个你要显示多大、多小，这里也可以设置一下。高度的话，你也可以把它拉高一点也没有问题。右边的内容的话，我们也可以点一下这个笔。那这里名字的话，你可以改一下它。点击一下它，这里的名字的话，你可以改成你的名字。那第二个区域也可以改，点一下它，这里可以改成一个邮箱。第三个区域的话也可以改，继续往下面拉这个位置，那你可以改成一个，比如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这上面的话改好了，然后拉到最底部，这里面的信息一样的联系我们。上面这个可以不要，点击右键可以把它删掉。那下面的话，你可以改成一个，比如说。公司邮箱后面的话这个电话号码呀之类的联系电话，后面的再改成一个公司地址等等，那里面的所有内容你可以改。改好以后的话，记得一定要点一下左下角这个更新当我们所有的页面已经建好以后，我们点击左上角这里一个退出接下来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顶部的一个导航栏，我们顶部的一个菜单栏还没有。我们可以来到左下角这里有个设置，我们可以来到左边这里有个外观，外观这里有个菜单，我们点一下。那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设置比如说叫一个主菜单菜单里面你要显示什么样的内容，我们可以在里面选。比如说我这里还可以增加查看所有，它会显示我们所有的分类加进来就可以了。那我们可以移动一下，直接鼠标你拖动它就可以移动位置拉过去，往右边拉的话，它可以成为它的2级菜单。我们直接挪过去一点，点击一个创建菜单。菜单创建完以后，下面这里有个显示位置 Main Menu， 我们记得一定要把它勾上，点击一个保存。接下来我们首页我们来刷新一下。你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顶部的话，菜单栏的话已经有了。你点击博客，它会直接跳转到我们博客页面。点击联系我们，会来到我们联系我们的页面。
我们的首页，点一下它会直接跳转到我们的首页。那我们的顶部菜单已经设置成功。当我们网站制作好以后的话，接下来就是我们网站怎么挣钱呢？谷歌的话 ，AdSense 也就是谷歌广告的话，相信大家都听说过。我们可以把谷歌广告插入到我们的网站里面来。一旦有人通过我们的网站点了谷歌的广告，那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收入。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去申请通过这个谷歌的广告呢？有很多人的话，网站做好以后，可能就着急去申请谷歌广告。这个时候你是一个新网站，你去申请这个谷歌广告的时候，大概率的话你是通不过的。首先的话，你需要沉得住气，把网站稍微优化的更好一点，设计的漂漂亮亮，也就是我们第一步才刚刚的完成。接下来的话就是内容就是王道，你至少得有个10篇、20篇的内容，而且这10篇、20篇的内容你不能再一次性发，你要分开发。比如说你可以每隔1个星期或者每隔3、5天发一篇，那至少的话再持续个2、3个月，慢慢的发布进去，保持你的网站的一个活跃度。那如果说你一天发一篇文章，你发了4、5天，发了15篇文章，那这样也是不行的。那网站的话也有一个年龄，那也得有内容的沉淀，我们需要持续稳定的发布才可以。当你持续稳定的发布2、3个月以后，你的网站有个几十篇文章以后，你再去申请这个谷歌广告，那这个时候你申请通过的，这个时候你通过的几率的话就会高很多。再说了，你刚刚网站才创建好的时候也没有流量，即使你申请下来以后，也不会有多少人来点击你的广告。除了通过广告赚钱，第二个的话，我们还可以推广一些产品来赚钱。比如说你的网站做的是旅游类的一个产品，比如说你的网站做的是旅游类的一个网站，那你可以来到比如说 Impact 或者说 CJ 一些比较大型的一些联盟平台，它里面的话有很多品牌在里面你可以推广。比如说如果你做的旅游，你可以推广一些旅游网站，每推广成交1单，你可以获得一个佣金。比如说你做的是摄影网站，你做的是一些设计网站，你可以推广一些设计软件一些摄影的一些软件，一些摄影的平台都可以进行推广。一旦有人通过你的链接购买了产品，那你就可以获得一个佣金提成。因为现在网站的流量它肯定不能和之前比了，现在网站流量确实会少很多。我建议大家的话，做网站一定要和联盟营销相结合起来。你可以推广一些和你行业相关的一些产品。这样的话，你的收入的话才会，因为我们做网站很多的话，如果说一旦你的有一篇文章被谷歌收录以后，那你这个文章的它会持续排名很久，也有可能接下来1年、2年你这个文章都有排名。那你的网站流量不需要太多，只要比较精准，那人家进来的话觉得你写的可以，都可能会成为通过你的链接购买产品，你就可以获得一个佣金提成。最后，当你的网站有一定的流量以后，你可以来到谷歌的这个分析后台，它可以分析你整个网站的一个流量，整个网站的一个流量趋势，通过哪些关键词来到你的网站，它的访问的一个人主要集中在哪些区域，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进入你的网站，它的一个页面停留时间是多少，整个的话都可以进行一下分析。今天的内容比较长，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有任何问题，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有朋留言，我们可以一起来交流一下。还有的话，本期用到的所有网站的还有本期用的所有的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可以打开链接，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大家不要光看，一定要动起手来。这个视频因为比较长，大家可以分开来看，你可以2、3天把它看完，也不要求一次性你把它看完，因为作为一个新手，你可能很多地方你需要时间来消化。